我觉得25年呢是大部分人就业的地狱级、史诗级难度。今年又有1300多万的高考生，每年都有12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，再加上互联网的裁员，再加上各个行业的衰退，其实反观下来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好的行业都有哪些呢 ？AI 吗 ？AI 其实不适合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。大数据吗？大数据我们很多普通人也做不了。新能源吗？新能源就更不用想了，除非你去做机械工。今天我要吐槽一下现在这个工资，我就发现一个统一的现状。大城市基本上都是5、6千左右一个月，3、4线城市基本上就是3、4千左右。后续社保基本上大家都刚刚够生活，如果再少一点的话，就真的要喝西北风了；多一点的话，也只能勉勉强强存下一点碎银子。感觉似乎被一种无形的规则束缚着，看似每天都在不停的努力，看似忙得不可开交，实则都是在原地打转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无论身在何地，似乎都逃不过一句话：勉强过活，好积蓄。这种全国统一的窘境让人既唏嘘又无奈。明明大家都在努力的上班，拼命的挣钱，但最后结果却是出奇一致，钱没存下，压力没减少，生活也没有变得更轻松。有网友分享说，身边不少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朋友们，工资的一半被房租给吞掉，剩下的还得应付日常开销，租地方又小又贵，每天上下班挤地铁，排队买便当，生活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月底一看余额，连买瓶像样的护肤品都要犹豫半天，更不用说去旅游放松一下了。可就算搬回小县城，情况也并没有好太多。房租虽然是便宜些，但水电杂费加起来也不少，一笔笔算下来，工资刚好够吃穿，想存点钱简直难如登天。另一位博主说得更直白：兄弟们，扛不住了呀！这现在到处是跑路的兄弟，这不知道你们顶不顶得住啊？反正我这是顶不住了已经。还有南宁的网友也发出了感慨：南宁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？你看，月入3、4千，照样一大堆人来做，学生，还有很多不是学生的，都是为了生活的。另外，现在更让人感到压抑的是整个社会的氛围。真的没有哪一年像今年一样让人这么焦虑了。我刚才刷短视频，连续真的刷到10条，就是研究生学历，然后要么就是工资2000到3000，就是质疑自己10几年的读书经历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就为拿那2000块钱的工资吗？要么就是研究生特别好的学历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每天都在面试，都在考试，都在各种的找工作。就是我对今年的就业环境真的非常焦虑，就是有工作的怕自己被裁，没工作的根本是找不见工作，而且马上今年6月份毕业季要来了，将近1000万的大学生毕业了，但是又没有1000万的企业，又没有这么多的新兴企业公司去开起来让他们去上班，就是在这个供大于求的这个关系中，年轻人没有任何的机会，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感觉这个社会这个对未来真的是全是灰暗的。每天都是刷到那种各大城市，上海、北京、西安、杭州，全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，要么就是被中介骗房租的年轻人，真的挺痛苦的。我觉得外界认为，在过去的20年里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年轻人对未来的情绪却从希望转向了普遍的悲观。有网友指出，从流行歌曲的变化中能明显看出这种情绪的转变。2000年前后，主流歌曲大部分是充满了希望与朝气，唱的是生活越来越好，房子越来越大，未来充满了阳光。而如今，流行的旋律却弥漫着疲惫与无力感，歌词里是又加班到很晚，坐末班地铁回家，更多的是迷茫、压力和绝望。这种变化的背后，是一种被现实困住的普遍心态。经济下滑，就业困难，房市低迷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即便找到了，也难以维持稳定的生活。一位来自深圳的年轻人在辞去第2份工作的那一天，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不知道坚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。我辞职了，在即将开始且充满未知的6年，在这不好就业的大环境下，25岁的我结束了毕业后第2份工作。我辞掉的不是月薪过万、周末双休、五险一金的神仙工作，而是深圳月薪5000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全月无休，无尽的加班，
甚至拖欠了3个月工资没拿到手，还有每天止不住的精神内耗。家里人和身边的人都劝我坚持下去，总是说工作不好找。我不知道坚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。现在很多人拼命的工作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努力了依然买不起房，结婚生育率持续下滑，大家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信心，房子不想买，孩子不想生，连谈恋爱的热情都在冷却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沉闷与焦虑当中。还有一位郑州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，刚上班10几天就被裁员了。家人们，毕业之前我在郑州找了一份工作，12号刚上班，5月12号上班，才上了10几天。29号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个毕业典礼，然后去拿毕业证，刚把毕业证拿过来，结果30号公司把我辞退了。刚租的房子，我现在学校也回不去了，这情况怎么办？还有更多年轻人在现实面前只能选择降级过活。月薪2500元至1个月第一天，今天吃1块9毛的丝瓜汤。主播找到工作后，思维就打开了。既然挣不到钱，那我就省钱。此时此刻化作厨神，黑黑轻轻松松翻个面。不得不说，6毛钱的鸡蛋炒出来还挺多的，丝瓜翻炒下就行。调味只放了盐鸡精，有点稀放3毛钱的玉米粒，感觉我做的还挺好的，开炫。很多年轻人为了省钱，都开始拒绝外卖，白领们也开始带饭。朋友圈里，大家不再讨论涨薪或者是换岗，更多人开始说5块钱以上的活动别喊我，与其冒险，不如保住眼前的饭碗。也不再晒旅行，不再讨论东南亚或欧洲的假期，仿佛都默契地选择了节省和收缩。最令人唏嘘的是商场的现状，南平、北城天街、星光天地这些曾经人潮涌动的地方，如今却是冷冷清清，商铺撤场，顾客稀少，仿佛是时光倒流。在重庆市，一个商场经营者坦言，现在品牌根本不敢做年轻人的市场了，因为年轻人根本没有消费能力。你看哈，像现在的那些品牌有没有做年轻人的，基本上都是中年群体，只有中年群体他们的收入和工资高那么一点。年轻人现在在重庆基本上是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都算高薪了，哪里还有钱买衣服嘛？现在不要说年轻群体，都是那些中年群体都没得啥子消费力了。以前在商场买东西的那帮人已经越来越没得消费力了。以前花2、3千、1、2千买一件衣服的，都在逐渐的往下找平替。你看我们那一系列的，全部都是给他们做的平替系列。老板直言，现在有一点很现实，现在做生意真的是得避开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，不是他们不想消费，而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花钱，特别是在穿着打扮上，这不是消费降级，是生活被现实打磨后的妥协。物价高涨，薪资停涨，连银行的利息都在一降再降，存钱没有任何意义，消费无底气。还有另一位网友说出了他的看法。为什么说大学生的工资越来越低了？说实话，原因很简单，活少了，大学生多了，能够让企业选择的更多了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现在没钱了啊，都不是那么特别赚钱，没事招那么多人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不现实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们，咱们对于工资要求的不要特别高，特别高。咱说句实在话，你说你是本科毕业，对吧？你说你工资想8000、1万，说实话，过去5年前可能能给到，但是现在大概率给不了那些钱了。本科毕业也就是6000上下，更有甚者2、3线小城市可能是4000往下，对吧？你专科可能工资2000到3000块钱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如果你是重点本科，可能工资更高，但是家长们，重点本科还是少，大部分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是普通本科。而被困在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实中的年轻人，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所谓的老鼠人，这是一种新型的生存状态。现在很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慢慢成为老鼠人。老鼠人呢，就是凌晨6点钟睡觉，下午2点钟起床，起床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打开 Boss 直聘，先刷一会儿简历，看看有没有消息回复。刷完简历之后呢，开始刷短视频，刷完短视频之后肚子开始饿了，他会开始叫一份外卖，叫外卖一定会去备注
放门口不要敲门。在等外卖的过程当中，他又可以刷1个小时的短视频。外卖到了之后，他会一边吃外卖一边追剧。吃完外卖之后，他就开始晕碳，就想睡觉。基本上这个时候一觉就能睡到晚上的7到8点钟。7、8点钟起来之后，这个时候是老鼠人的能量最高峰，他就会开始一天当中狂刷短视频的这个模式。基本上一刷就能刷到早上的6、7点钟，所以说老鼠人一天当中是见不到一个活人的。而另一边，中年人也没好到哪儿去。现在就业形势太艰难了。5年前呢，企业是不招超过45岁的中年人；3年前呢，企业是不招超过35岁的中年人。现在好了，企业直接没了，不管多少岁都不招了。可那么多中年人失业都去干什么了？第一步呢，壮志在我胸，天下任我闯，先去创业，结果呢，把钱都赔光了。第二步，从事铁人3项，身体慢慢被掏空了。第三步，不甘心的去做了吉祥3宝：保安、保姆和保洁。于是呢，你在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无尽琐碎之中，偶尔呢还能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。当把剩下的日子熬完之后，在某一天眼一睁一闭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还有网友介绍，在长沙，失业是普遍现象，送外卖、跑快递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没得选，没有更好的出路，只能靠这些工作临时过渡。昔日火爆的商圈解放西路，如今大批店面挂上出租转让的招牌。现在都有很多的店面都在那里转让出租的，而且有好多的小公司都已经陆续倒闭了，甚至大公司都在裁员。我昨天跟朋友一起喝了酒，打了个车回家，居然打到了特斯拉，开这样的车跑滴滴，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下，后来我发现他也是公司的一个小老板，因为公司亏损呢，门店发工资都会有压力，所以就选择出来跑滴滴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送快递、送外卖的人都越来越多了？大部分的人下来之后就没有更好的工作，会选择去做网约车出租车送外卖送快递这些工作去做过渡。而且现在长沙呢属于一个高消费低收入的情况，现在的成年人一个普通的工资根本就养活不了全家。更有网友直言，未来几年的社会形势还会更糟糕。今年是不是很难？是很难。我告诉你，未来的4年到2029年会更难，钱会越来越难赚。为什么？我想我不说，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。外贸被关税搞得死去活来，国内的价格战，各个行业卷生卷死，卷得生不如死。然后再看国外，哪又打仗了，哪又打仗了。所以除了军工，其他的行业估计都会难搞。咱们这么多个行业跟外贸相关，接下来肯定是要过苦日子了，怎么办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